大家好，我是 Emily。计划出国旅游打包行李的时候，很多人都会习惯性的准备一个医药包，放进一些感冒药、止痛药、安眠药，想着以备不时之需。毕竟在国外人生地不熟，万一生病了，买药不像在本地这么方便。这个小小的举动，相信在座的许多朋友都做过，觉得是为旅途多加了一份保障。但是 Emily 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甚至可能颠覆很多人认知的事情，那就是从2025年开始，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药品已经成了世界各国海关严查的重点。有些药你一旦带错了，轻则被没收罚款，重则可能被直接拒绝入境，甚至面临牢狱之灾。这不是危言耸听，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就经历了这样的惊魂一刻。他准备去杜拜旅游，因为睡眠品质一直不太好，就顺手在行李里放了平时吃的安眠药。结果在杜拜机场过海关的时候，缉毒犬对着他的行李箱狂叫。海关人员打开他的箱子，翻出了那瓶安眠药。我那个朋友当时就慌了，他完全不知道他带的这款在本地需要医生处方才能拿到的安眠药，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竟然是严格管制的毒品。不管他怎么解释，海关就是不听，把他带到小黑屋盘问了整整8个小时。最后虽然没收了药品，人也放行了，但整个旅程的心情都被彻底破坏了，每天都提心吊胆，生怕再出什么差错。回本地之后，他跟我说这辈子再也不敢乱带药出国了。听完他的经历，我真的是吓出一身冷汗。我们很多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需要长期服用的慢性病药物，或者是一些用来应对突发状况的常备药。我们总以为这些是给自己吃的，又不是拿去卖，带在身上有什么关系呢？但事实是，不同国家对于药品的管制规定天差地别。在我们看来是普通药品的，在别的国家可能就属于管制药品，甚至是毒品。随着全球对于药品滥用问题的日益重视，各国的海关安检只会越来越严格。特别是进入2025年，很多新的规定开始实施。如果我们还按照以前的老习惯打包行李，真的很容易就会踩到地雷。所以今天这部影片 Emily 一定要和大家好好聊聊这个严肃的话题。我会根据最新的资讯，帮大家整理出6大类出国旅游千万要小心的药品。希望大家能花一点时间，耐心把这部影片看完，并且分享给身边有计划出国的朋友或家人。一个小小的转发，可能就能避免一次巨大的麻烦。如果你觉得这个主题对你有帮助，请先帮 Emily 点个赞，并且订阅我的频道，这样才不会错过未来更多重要的旅游安全资讯。好了，我们现在就来看看究竟是哪些我们以为无害的药品，可能会成为我们旅途中的不定时炸弹。第一，就是含有伪麻黄碱成分的感冒药。这个成分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但是它存在于很多我们非常熟悉的感冒药和鼻炎药当中。比如我们平时在药局就能买到的，用来缓解鼻塞、流鼻涕症状的药品，很多都含有这个成分。伪麻黄碱能够帮助收缩血管，缓解鼻黏膜的充血，让我们感觉舒服很多。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伪麻黄碱经过简单的化学加工，就可以被提炼成制造冰毒的主要原料，也就是俗称的安非他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全世界很多国家都对含有伪麻黄碱的药品实行了极其严格的管控。特别是像纽西兰、澳洲这些国家，对于毒品犯罪的打击力度非常大。海关对于这类药品的审查可以说是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如果你携带了含有伪麻黄碱的感冒药，没有向海关申报，也没有医生的处方来证明你的个人用药需求，一旦被查获，后果可能非常严重。纽西兰的法律就明确规定，携带超过规定剂量的伪麻黄碱入境，最高可以判处7年监禁。这不是开玩笑的，是真的会把你当成制毒贩子来处理。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就带个1-2盒自己吃的，怎么可能那么倒霉？但问题是，海关人员不会听你解释。在他们眼里，药品成分就是唯一的判断标准，他们无法判断你带这些药是真的为了治病，还是有其他的非法用途。特别是现在很多感冒药都是复方制剂，包装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各种化学成分，我们普通人根本不会仔细去看。很多人可能带了一辈子感冒药出国，都不知道自己其实一直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行走。所以 Emily 在这里要郑重提醒大家，出国前一定要仔细检查自己准备的感冒药。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去 MIE 寻你的家庭医生或者药师，告诉他们你要去的国家，让他们帮你看看你平时吃的感冒药是否含有伪麻黄碱或者其他可能违禁的成分。如果含有，就请医生帮你换一种不含这些成分的替代药品。
如果因为病情特殊必须服用这类药物，那么一定要请医生开立详细的英文诊断证明和处方，并且在入境的时候主动向海关申报。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觉得放在行李箱深处就不会被发现。现在的扫描技术非常先进，任何可疑的物品都逃不过机器的眼睛。为了一个鼻塞的小问题，冒上可能被判刑的风险，实在太不值得了。说完了感冒药，我们再来说说第二类需要特别注意的药品，那就是精神类药物，比如镇定剂、安眠药以及抗抑郁、抗焦虑的药物。随着现代生活压力越来越大，有睡眠障碍或者情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多人需要依靠这类药物来维持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在本地，这些大部分属于处方药，需要经过医生的诊断才能取得。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病，带自己的药天经地义。然而在全球范围内，对于精神类药物的管制比我们想象的要严格得多。很多国家，特别是中东地区的一些伊斯兰国家，比如前面提到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还有像泰国、新加坡等地，都将大部分的镇定剂和安眠药列为毒品或严格管制的药品。这是因为这类药物如果被滥用，具有成瘾性，并且可能对社会造成危害。在这些国家，非法持有或者贩卖这类药品都会面临非常严厉的惩罚。我之前在新闻上看到一个案例，一个英国人去埃及旅游，他因为有长期的背痛问题，就带了一些含有曲马多成分的止痛药。曲马多是一种鸦片类止痛药，有很强的止痛效果，但也容易上瘾，在很多国家都受到严格管制。这位英国人带了将近300片，虽然他有医生的处方，但是因为剂量太大，远远超过了个人合理使用的范围，结果在埃及机场被当场逮捕，最后被判处了3年监禁。他的家人花了好多钱，请了律师，到处求情，最后才把他救出来。一个原本开开心心的假期，最后变成了一场噩梦。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即使你有医生的处方，也不代表你就可以高枕无忧。当你携带精神类药物出国时，有几个关键点一定要注意。首先，携带的剂量绝对不能超过你整个旅程所需要的合理范围。比如你只去10天，却带了3个月的药量，这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海关看来都是非常可疑的。其次，一定要保留药品的原始包装，不要为了方便把药片都倒在一个小瓶子里。原始包装上有药品的名称、成分和剂量，可以和你的医生处方相互印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准备一份详细的英文医生证明。这份证明上不仅要写明你的姓名、病历号码，还要清楚地写出药品的中英文名称、成分、每日服用的剂量，以及医生为什么建议你服用这种药物。这份文件就是你在海关面前最有力的护身符。Emily 知道，对于需要长期服用这些药物的朋友来说，准备这些东西可能会觉得很麻烦，但是请相信我，花一点时间在国内把这些文件准备齐全，远比到了国外机场，在语言不通、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被海关人员盘问要好得多。这不仅是为了让我们旅途顺利，更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的人身安全。毕竟没有什么比平平安安回家更重要了。如果你觉得 Emily 说的有道理，请不要吝啬你的赞和分享，让更多人看到这些重要的提醒。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3类需要警惕的药品，那就是含有可待因成分的止咳药和止痛药。可待因也是一种鸦片类药物，是从罂粟里面提取出来的，它的镇咳和镇痛效果非常显著，所以很多强力止咳药水或者是一些复方的止痛药里都会添加这个成分。在本地含有低剂量可待因的药品，在某些情况下在药局也可以买到。很多人咳嗽得厉害的时候，都喝过那种棕色甜甜的止咳糖浆，感觉效果特别好，喝下去很快就不咳了，那里面很可能就含有可待因。但是就像前面提到的伪麻黄碱和曲马多一样，可待因同样具有成瘾性，如果长期大量滥用，会造成严重的药物依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药物成瘾。而且可待因在人体内可以代谢成吗啡，吗啡是什么？相信大家都知道，是海洛因的原料。因此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把可待因列为管制药品，特别是像美国、加拿大、澳洲和许多欧洲国家，对于含有可待因的药品入境有着非常严格的限制。如果你没有申报或者没有合法的医疗文件证明，携带这类药品入境基本上都会被认定为非法行为。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很多年前移民到加拿大，有一次他回本地探亲，因为有点感冒咳嗽，临走前他妈妈就去药局给他买了2瓶他从小喝习惯的止咳药水，让他带回加拿大。
结果在温哥华机场，他的行李被抽查，海关人员看到那2瓶没有英文标示的药水，就拿去化验，结果发现里面含有高浓度的可待因。我那个亲戚当时就傻眼了，他根本不知道这个药水有问题。最后那2瓶药水被没收，他还被罚了一大笔钱，并且在海关留下了不良记录。从那以后，他每次入境加拿大都会被特别关照行李，次次都要被打开检查，非常麻烦。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一瓶小小的止咳药水，很多时候麻烦就是从这些我们最不经意的地方来的。特别是给小孩子准备的药品，更要特别小心。有些儿童止咳药为了追求效果，也会添加可待因成分。我们做父母或祖父母的，都希望孩子在旅途中能健健康康。但如果因为一瓶药给全家带来麻烦，那就太得不偿失了。那么应该怎么办呢？Emily 的建议是在选择止咳药和止痛药时，尽量选择不含可待因、不含任何鸦片类成分的药品。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安全的替代选择，如果你不确定，最好的方法还是去 NIE 寻医生或药师。如果因为病情需要，必须携带含有可待因的药物，那么前面提到的原则依然适用，携带合理的剂量，保留原始包装，准备好英文的医生处方和诊断证明，并且在入境时主动申报。记住，主动申报这个动作非常重要，它向海关人员表明了你的坦诚，即使药品最终不被允许入境，通常也只是没收处理，而不会上升到罚款甚至是被起诉的程度。讲完了西药，我们再来聊聊第4类，也是很多华人朋友特别容易忽略的，那就是中药和中成药。很多人觉得中药都是一些草本植物，纯天然，能有什么问题呢？出国的时候带一些保济丸、牛黄解毒片、复方甘草片，或者是自己去中药行抓的一些调理身体的药材，感觉非常安心。但是这种想法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问题出在哪里呢？主要有2个方面，第一是成分问题。很多中成药为了加强疗效，其实里面添加了西药的成分，有些甚至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些被严格管制的成分。比如我们非常熟悉的复方甘草片，它因为镇咳效果好，价格又便宜，是很多老一辈人的常备药。但是它的成分里就含有阿片粉，也就是鸦片。鸦片是毒品，这是全世界的共识。携带这种药品进入对毒品管制极为严格的国家，比如美国、澳洲，一旦被查出来，后果不堪设想，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之前就有新闻报道，有华人带了大量的复方甘草片去美国，结果被判了5年监禁，这辈子都毁了。除了复方甘草片，还有一些安神补脑的中成药，里面可能含有士的宁的成分，这是一种有毒的生物碱，在很多国家也被禁止。还有一些跌打损伤的药膏或药酒，可能含有马钱子或者川乌、草乌等毒性药材，这些在我们看来是以毒攻毒的疗法，但在国外的检疫法规里，就可能被认定为是含有毒物质的违禁品。第二是物种保护问题，很多名贵的中药材，比如犀牛角、虎骨、穿山甲鳞片、羚羊角、海马等等，都来自于濒危野生动物。根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任何含有这些成分的制品都是严禁携带出入境的。就算你带的不是原始的药材，而是含有这些成分的中成药，比如虎骨膏、犀牛角粉末，也同样是违法的。被查到的话，不仅药品会被没收，你还会面临高额的罚款，甚至被起诉。这是国际公约，没有任何情面可讲。此外，即使是普通的植物类药材，比如一些草药、树皮、种子，很多国家出于防止外来物种入侵和病虫害传播的考虑，也是禁止携带入境的。你带的一包普通的草药，在海关的检疫官看来，可能就是一包携带着未知细菌或虫卵的生物武器。所以对于中药 Emily 的建议是，除非是病情必须，并且有合格中医师开立的翻译成英文的详细处方和成分说明，否则尽量不要携带任何成分不明的中药材或中成药出国，特别是那些药丸、药粉，因为无法从外观上判断成分，是最容易引起海关怀疑的。如果你真的需要中药来调理身体，可以考虑到了当地之后，去正规的有执照的华人开的中药行购买。虽然价格可能会贵一些，但至少可以确保合法安全，不会给我们惹上不必要的麻烦。讲到这里，相信大家对出国带药的风险已经有了更深的了解。如果这部影片目前为止的内容对你有帮助， Emily 想再次邀请你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另外2种同样重要但更容易被大家忽略的药品类别。我们接着说第5类，就是注射类的药物。
这类药物可能不是那么普遍，但对于某些特定族群来说，却是维持生命的必需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糖尿病患者需要每天注射的胰岛素，还有一些需要注射过敏药或者是一些生物制剂来治疗特殊疾病的患者。对于这类药物，最大的问题在于它的剂型。针筒和针头在机场安检的规定里是属于具有潜在危险性的物品。如果你把装有药剂的针筒随身带上飞机，没有合适的医疗证明文件，很可能会被安检人员拦下来，甚至被当成是企图携带危险物品登机的可疑分子。我认识一位长辈，他有几十年的糖尿病史了，每次出门旅游都必须随身带着胰岛素和血糖仪。有一次，他和家人要去日本玩，过安检的时候，安检人员从他的随身包里发现了注射用的针筒。当时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虽然这位长辈会说一点简单的日文，但他一紧张就说不清楚。幸好他的儿子反应快，马上从另一个文件袋里拿出了医院开的英文诊断证明，上面清楚地写着他是第几型糖尿病患者，每天需要注射几次胰岛素，以及药品的名称和剂量。安检人员仔细核对了证明文件和药品之后，才最终放行。虽然只是虚惊一场，但那位长辈回来后还是心有余悸。他说感觉自己就像个犯人一样被审视。所以如果你或者你的家人因为病情需要，必须携带注射类的药物和针具上飞机，那么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得比其他人更充分、更细致。首先，一份由主治医生开立的详细的英文医疗证明是绝对不能少的，这份证明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其次，所有的药品和针具都应该放在原厂的包装盒里，并且最好是放在一个透明的袋子里，方便安检人员检查。在过安检的时候，不要等到被问起才拿出来，而是应该主动将这个药品袋拿出来，和你的医疗证明一起向安检人员进行说明。你的坦诚和配合会大大减少不必要的误会。另外还有一个小提醒，因为胰岛素这类药品需要冷藏保存，建议大家准备一个合格的医用保温包装。同时在携带的剂量上，除了旅途中需要的分量，最好再多准备几天的备用量，以防万一航班延误或者行程出现其他意外。但是同样要注意，携带的量要合理，不能太过夸张。如果你不确定你要去的国家对于携带个人用注射药品有什么特殊的规定，最好的方法是在出发前直接查询该国海关或大使馆的官方网站，或者直接发邮件去询问，多做一步功课就能少一分风险。最后我们来说说第6类，这一类药品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那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些非常普通的非处方药，但在某些国家，它们也可能给你带来麻烦。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对吧？我举个例子，比如含有苯海拉明的过敏药或者助眠药。苯海拉明是一种很常见的抗组织胺药物，用来缓解过敏症状。它的副作用是会让人昏昏欲睡，所以市面上很多非处方的助眠药都含有这个成分。在美国、加拿大，这种药在超市的货架上就能随便买到。但是在非洲的上比亚，法律规定个人持有超过一定剂量的苯海拉明就是违法的。再比如我们很熟悉的止痛药布洛芬，在墨西哥，如果你没有当地医生的处方，携带大量的布洛芬入境，也可能会被视为非法。原因在于不同国家对于非处方药和处方药的界定标准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安全的可以自行购买的药品，在另一个国家可能就需要医生的严格管控。还有一个例子是很多女性朋友可能会用到的避孕药，在绝大多数国家，携带个人合理剂量的避孕药入境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一些宗教法规非常严格的中东国家，对于这类药品的态度就比较模糊，可能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关注和盘问。所以 Emily 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想当然的认为只要不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强力管制药品，其他的药就都可以随便带。每个国家的药品监管体系都是独立而且复杂的，我们作为一个短期入境的旅客，不可能完全搞清楚所有的细则。那么面对这种情况，最保险的做法是什么呢？第一，只携带你真正需要的药品，不要把整个药箱都搬去。你带的药品种类和数量越多，被海关检查时需要解释的东西就越多。第二，对于任何你不太确定的药品，哪怕只是普通的维他命或保健品，都尽量保留它们的英文说明书或原始包装。第三，养成一个好习惯，在出发前花5分钟时间上网搜寻一下你即将前往的目的地国家的海关网站，
通常上面都会有关于携带药品入境的明确规定，这个小小的动作可以帮你避免90%以上的潜在风险。总而言之，出国旅行是一件开心的事情，但打包行李，尤其是打包药品，绝对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今天提到的6大类需要特别注意的药品，包括含有伪麻黄碱的感冒药、精神类药物，含有可待因的止咳止痛药，成分不明的中药和中成药注射类药物，以及在某些国家被限制的非处方药，希望能给大家敲响一个警钟。这不是要让大家因为害怕就不带药出门，对于有慢性病的朋友来说，按时服药是维持健康的基础。Emily 想强调的是，我们要做一个聪明的、负责任的旅行者。我们的行李箱里不仅要装着旅途的必需品，更要装着对目的地国家法律法规的了解和尊重。在影片的最后 ，Emily 再帮大家快速总结一下安全携带药品的黄金法则。第一，咨询专业人士。在出发前，拿着你的药单去问医生或药师，确认哪些药品可以带，哪些有风险。第二，准备英文文件，必备的就是英文的诊断证明和处方，这是你的通关文典。第三，保留原始包装，不要私自换装药品，保持药品包装的完整性。第四，携带合理剂量，只带旅程中需要的分量，外加少量备用，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怀疑。第五，主动诚实申报，对于任何不确定的药品，在过海关时主动拿出来申报，这是最能保护自己的方式。希望今天的影片能够真正帮助到每一位热爱旅行的朋友。世界很大，风景很美，千万不要因为一颗小小的药丸毁掉我们精心策划的旅程。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有价值，请一定要把它分享出去。也欢迎大家在下方的留言区分享你自己出国带药的经验，或者提出你的疑问，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互相学习。最后别忘了订阅 Emily 的频道，点亮小铃铛。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